看他会不会使出继父。来了，继父结束了，连续负一片，他这打。他是连播球都鸡蛋的中国重炮手，所打出的每一拳都可以精准命中对手的肋骨，从而获得了中国催泪专家这一称号。这位中国选手叫魏宁辉，来自河南周口，在擂台上扬名立万，仅靠一双铁拳。他这一双拳头可不是一般的拳头，年仅20岁就用这双拳头摧毁了数十位拳王的肋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让泰拳王子博球和亚桑克莱都惊叹不已，连连称赞这位中国搏击小将十分神勇。然而这一次，魏宁辉却遇到了他职业生涯当中最强的对手，他就是来自波兰的拳坛老将托马兹。征战拳坛20余年，获得了73胜7负28次 KO， 所获取的金腰带足足有15条之多。35岁的托马兹挑战21岁的魏宁辉，这不明摆着就是在欺负我们的魏宁辉吗？话就不多说了，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魏宁辉是如何试神的。请长按3秒点赞。比赛开始，一上场托马兹就表现出了惊人的爆发力，然而魏宁辉也是十分小心谨慎，俩人足足相差了有14岁。年轻气盛的魏宁辉内心不免会有一些紧张。搏击鬼才 Dennis 在他上场比赛是惜败给了可以说是神级的世界级泰拳鬼才级大师勒德斯拉。魏宁辉的争断扫踢非常的重，而且魏宁辉呢非常的重，而且魏宁辉的中近距离的拳连接性呢非常的强。非常有穿透力。最终托马兹倒了下去。魏宁辉的催泪拳果然不是闹着玩的，这几拳打下去，就算是波球来了也顶不住如此凶猛的爆发力。被打岔气的托马兹久久跪在地上站不起来，看来是站不起来了。秒杀魏宁辉，中国小胖魏宁辉重回胜利之路。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克雷格，别看他身形与魏宁辉几乎相差无几，其实克雷格的重拳与魏宁辉一样沉重。28岁的克雷格实力也是十分出众，两人都是各国的搏击高手，特别是那一双可以摧天毁地的重拳，足以震慑住80%同级别的选手。比赛将决出4强。对，今天他们将持续晋级，直到获得65公斤世界冠军赛的金腰带。也就是说，今晚的胜者要连打3场。对，这个对一个职业选手的这种体能啊，跟这种意志力是非常的要求之高啊。对，克雷格是在昆仑决49日本东京站的时候，战胜了中国的选手白立帅。而魏宁辉是在昆仑决49东京站的时候，第2回合 KO 了日本选手水落杨佑，获得了出线资格。对，其实他们两个是同一天出现的。克雷格我了解啊，他是习练传统泰拳为主，而且比赛啊也是在泰国的比赛比较多，所以他的年仅21岁的魏宁辉能有如此强的爆发力，属实不多见。打出的拳头十分的势大力沉，根本不给克雷格任何发起反击的机会。就算克雷格发起了反击，那也无法让魏宁辉感觉到有压力。我们看到克雷格这个扫腿啊，还是比较有浓重的泰国风味啊。是的。出腿低扫。不知道今天魏宁辉能不能再次施展自己的这种拳法上的优势啊，这种杀招啊。他杀招就是击腹。对。我们看克雷格也是不想一上来就让自己处在下风啊，逼得还是比较紧。随时保持压迫感。对，魏宁辉从最近半年来说，就是他最近的比赛呢，没有像以前这样上来以后就是猛冲猛打，更成熟一些了。求稳。对，以重拳闻名于拳坛的克雷格，打出的拳头依然不能小看。俩人都是重炮手，不过魏宁辉的战术打法更为全面一些。重拳只是魏宁辉的代名词，其次是魏宁辉的腿法。虽然魏宁辉很少实施腿法进攻，但魏宁辉的腿法也是极其凶悍。连续的击腹，我们听到这砰砰的这个声音啊，这是小胖的标志性的武器。不过这2下克雷格的抗击打也是表现出来真的是不弱。而且刚才那2下位置稍微靠上了一点，如果是靠下一点，可能会效果好一点。靠近脾脏的位置。对。我们看克雷格这个反击还是不错，魏宁辉还是要在进攻的时候投出的空当还是要尽量缩小。且刚才克雷格还是打法有点立体进攻啊。对，打一下前手，然后后腿再低扫一下，
在之前他战胜白利帅的65公斤世界冠军赛的4强。第二回合开始了，28岁的克雷格足足比魏宁辉多出了7年比赛经验。7年前的克雷格可不比魏宁辉强，说不定还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将。然而7年后的魏宁辉绝对会成为人人皆知的大明星，毕竟实力就在这摆着呢。国内的搏击市场远要大于任何一个国家的搏击市场。因为熟悉小胖的也知道，在之前啊，小胖是主打61到63这个公斤。但是呢，因为这2年因为训练的，就在克雷格发起猛攻的时候，魏宁辉直接一记重拳奉上，这一拳直接把克雷格的脑瓜子打蒙圈了。殊不知，这一拳竟把克雷格的大脑打休克了。著名的前手拳呢，果然是发挥了正当，一口气拿下对手，组合，找好点啊，不要太着急，体能的分配。对，哎，被我神前挡了一下，可惜。克雷格恢复的又送了一下后手，又是一个，那克雷格也还了一下后手迎击。后手专拳有了，迎攻有了，逼到身边，组合。刚才那一拳把克雷格的防守彻底打崩溃。此时的魏宁辉越打越强，越打越顺手。在占据大比分优势的情况下，魏宁辉并没有实施太过激烈的拳脚进攻，继续实施原有的作战计划来与克雷格进行对峙。是的。而且看克雷格刚才那下出腿就已经有点不标准了，现在还又2秒。魏宁辉现在很稳健的。再次被击倒的克雷格明显有点站不稳，再这样打下去，克雷格的脑瓜子绝对会被打爆，脑瓜子不爆，肋骨也会被打成好几半。第一个回合里面读秒3次就直接判负了呗。对，魏宁辉能不能有机会进入4强？对，打伞，对，把报价砸开。能不能为后面的比赛为自己节省一点体力？看他会不会使出肌腹。来了，结束了。最终克雷格还是没有逃脱被爆干的命运，催泪专家的称号再次打响。克雷格与魏宁辉都是拼打型选手，所打出的重拳都是致命性，只不过魏宁辉的重拳更为精湛一些，而且战术打法也更全面一些，所以魏宁辉战胜了克雷格。休息的时间越长，对你就越有优势。对，这样小胖只用了一半的时间，3局比赛他只用了一半的时间，就提前晋级了4强。是的。接下来这位选手更为惨烈，他就是来自加拿大的丹尼斯。魏宁辉直接重拳奉上，彻底将丹尼斯的防守瓦解。这个非常到位，因为他在广步头部做了自己的这个中的这个腹部这个地方，这时候丹尼斯对，继续打对方的胃部，对。但是丹尼斯哇，这找到机会的魏宁辉又对着丹尼斯的肋骨来了一脚，结果丹尼斯再次倒了下去。因为被击伤了，我觉得，所以这就是变化比较脆弱。因为人的可以说人的肝部是在右侧，特别是打到右侧的肝部呢，这又是继续往肝部进攻。最终丹尼斯被击倒了，这一次丹尼斯的肋骨绝对会被击碎，而且还是重创。看来丹尼斯要在病床上度过3个月。大家感觉魏宁辉打得好的话，请多多点赞，让更多人看到魏宁辉的硬气。